这种镇压完全没有在美国发生，它其实在国内发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之后，然后你的父母可能被警察叫去了，你只要那个手机在哪里，政府都可以追踪到。那这个也是因为很多中国留学生就是到了海外的中国人，他必须要用国内来的软件。过去9年，中国互联网自由度一直是70几个国家中最差的。我们能做的，作为一个机构能做的，就是说你要跟学校说，有这样的学生，你要保护他们，你们有这个权利，你们有这个资源，你们又是完全的安全方，你如何，这是你们责任，你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让来自中国的学生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能自由表达。大家好，我是吴薇。今天呢，我是在拍外景，我们现在在华盛顿。我今天呢是专门来做一期访谈，关于跨国镇压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好像非常吓人，但是如果最近我们看到自由之家发布了一个关于跨国镇压在美国校园里的状况的研究报告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是涉及很多普通人，尤其是留学生的生存状况的。自由之家是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倡导民主自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每年会发布一些重要的研究报告给公众分享。很著名的是他们有一个自由指数报告。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更具体的话题，就是跨国镇压。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如果具体聊一下的话，其实涉及很多方方面面的普通人的生活问题。我在看了他们最近发布的这个2024年关于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问题的时候呢，惊讶地发现他们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研究在研究中国问题。读完这个报告以后，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问题其实跟普通留学生的海外生活紧密相关。所以今天带着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来到了自由之家的华盛顿办公室，找到了王雅秋，他是中国研究部的主任。我们会就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做一个访谈。王雅秋你好，因为我是想专门请教你，就关于你们组织这次做的这个关于跨国镇压，尤其是在美国校园里的跨国镇压问题，你们出了一个专门的报告。我觉得中间上有很多点需要我们面对面的去聊一下，所以今天专门来请教你。谢谢过来。先想问你，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 Freedom House，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之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很高大上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先给我讲一下，就 Freedom House 具体在做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自由之家是要在全球倡导自由和民主。听起来好像就像你说的很高大上，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像我呢是研究部门的，所以研究部呢每年都会发布一系列的报告。我们最大的报告叫 Freedom in the World， 就是给每个国家的自由度评分。我们就是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进行自由度评分，中国向来都是垫底的。然后还有一个报告叫 Freedom on the Net， 给全球的互联网的自由度评分。我们每年要看70多个国家的自由度，然后过去9年，中国互联网自由度一直是70几个国家中最差的。除了这2个全球性的大报告，我们还有一些相对来说范围小一点的报告。跨国镇压就是其中一个报告。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关于跨国镇压的报告。但这个也是全球性的，就是说，当然就是跨国镇压，不只是中国政府在做的事情，像印度政府啊，其他的很多威权国家都有政府都在做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情。侵犯人权不仅仅是侵犯在他们国内，在他们领地上的人权，也侵犯在已经是他们的公民，或者是原来是他们的公民的那些人，到了海外之后还在侵犯他们的人权。你自由之家很著名的是一个你这个自由指数排名，每年都有排名。每年有一些国家会有上下浮动，有一些国家就永远垫底儿。你刚才说到中国在这个自由指数报告中间其实一直是排名非常落后的。那么自由指数具体有哪些指标？主要是2块，一个是 civil liberties， 还有一个是 political rights。其实就听起来好像
挺高大上，但是涉及到很多很具体的，比如说你互联网自由有多少，你是否可以上街，你那个法治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说它是 civil liberties 和 political rights 是两个大块，然后在下面有很具体的分，然后每一个小具体的块我们又分成0分到5分，进行打分，然后我们都有横向比较的，所以这是一个年度报告，我们1年都在做这个报告，然后到了一般都是在2月份，每年的2月份发布。所以你刚才说到一个是普通的公民权利嘛，就 civic rights，就是民生跟民生相关，但是跟个人的权利相关。另一个是政治和制度指数，对吧？好，明白了。好，那我们现在具体说这个跨国镇压这个词，英文是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镇压这个词听着还是很吓人，所以你要再具体给我讲一下。就是跨国镇压在它到底是什么形式，然后执行者是谁，具体的受害者会是哪些人啊？跨国镇压就是说，我们先讲施害者，施害者一般是一些威权国家的政府，然后受害者是从这些国家已经出去了的人，但是他们到了海外之后还在受他们原来那个政府的迫害，然后目的呢是为了让他们不去批评那个这些已经到了海外的人，他的原属国的政府，所以施害者受害者和他那个施害的目的就是这样。明白。然后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报告？过去3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报告，主要是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很多年前你会觉得很多人就是异议者或者很多作家，他因为在他所在的国活不下去了，因为政府经常压迫他们，然后跑出去之后，他觉得就是我可以获得自由了。但现在这个问题改变了，一个大原因是全球移民这个大背景，就现在人的流动非常的厉害，这个以前就说没这么方便。其次就是说，就是现在科技让人们就是你可以离开你的国家，但你还可以跟你原来国家的人的亲戚朋友一直有交流，就是因为科技方便了。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得政府去压迫这些人，虽然他们已经出国了，压迫这些人也变得方便起来，所以像一个双刃剑一样。因为你们第1年的那个报告是 out of country but not out of sight， 就那意思，你离开那国土了，你还没有离开被监视的视线嘛。那可能要放在我们就是中文环境下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网络上的这个恐惧感。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人在哪儿，只要你用某一些聊天软件，大家就会觉得总有人在盯着你。对，而且你可能在美国留学，但是你在浙江、在山东、在北京的当地的权力机关，还能找得着你的，对，控制得到。对，你只要那个手机在哪里，政府都可以追踪到。那这个也是因为很多中国留学生就是到了海外的中国人，他必须要用国内来的软件，国内来的那个 APP， 原因是因为国际上的在中国你没法用，像 Facebook WhatsApp你到国内没法用，所以你要跟国内的人联系，你必须要用微信小红书这样的国内的来的软件。那所有国内的国内的 APP， 它都要经受中国政府的审查，可以被中国政府进行监控。所以说你无论你是在加拿大，你还是在澳大利亚，只要你拿了这个手机上有了中国的 app， 中国政府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个跨国校园镇压这个报告是只针对美国呢，还是全球范围？分2个，一个是施害国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我们那个沙特阿拉伯记者到那个土耳其被砍到，那个大家都知道，沙特阿拉伯、中国，你所能想到很多威权国家都在干这种事情。最近的例子是印度政府在加拿大杀死了他们的一个批评印度政府的一个人。中国政府呢是他最大的施害者，一个是中国很大嘛，对吧？中国在海外的人很多，另外一个是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也做的特别的厉害，就特别的精致吧 ，sophisticated， 在那个跨国镇压上做的特别的那个厉害吧。我想问的是，就是今年为什么要针对这个校园？二是这个校园范围内的跨国镇压
是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最严重，还是在哪里最严重？这个问题在校园里挺严重的，因为涉及到学术自由，很多人都在就特别关注言论自由的人，很多是在那个校园的一个范围内。然后我们这个报告呢，主要是看就是美国校园，当然是因为大家都来美国上学嘛，这是个最大的一个校园学生一个基地嘛。你虽然是在针对美国校园有一个报告，但它其实是全球范围的学生，受害者会是。对，针对的是美国校园，但是受害者呢是来自全球的。最大的受害是中国学生，因为中国学生体量最大。明白了。当然也是因为中国政府他在这个方面特别下功夫。在美国现在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大概30万吧，整个加起来。所以其实听着还是很吓人。一般人会觉得都镇压了，我们的孩子只是在美国留学，而且其实现在这个留学有中学有初中、小学期间很多留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一直往上，对吧？还有可能学术研究机构。你再给我具体讲一下，就是针对这么一个貌似应该是比较平和，然后学术环境应该是最自由，不管是学术自由还是表达自由，还是美国的校园，所以一般人就会觉得，怎么会美国校园会是一个跨国镇压的一个重要的战场和目的地？你也给我讲一下你们到底有哪些发现？就说，当然镇压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恐怖，但是很多涉及的不是就是说有暴力啊，没有，很平静，很多都是就是心理上的心理战。我可以把它分成3类，就是在校园里的跨国镇压。第一个就是说是现实生活中的，比如说你在上课对吧？然后你跟老师讲了，比如说你批评了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新疆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上课你在课堂中有其他一个人把你举报到了中国，就这个，因为他肯定这个人在监视你嘛，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是一个对吧？还有呢是有些人他觉得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人跟他说你不要在这里批评中国政府啊。然后这种在现实中发生的一种 harassment、intimidation、骚扰啊、威胁之类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就是说通过网络的，就是technology 上的一些，比如说我跟你现在在美国，我跟你在微信上发来发去，我们在批评习近平，对吧？然后可能那个你在国内的政府知道我跟你在这里发微信批评习近平，然后来给通过可能最大可能是通过你父母，然后跟你打个电话说我知道你在美国说习近平或中国政府不好的地方，你不要这么做了。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在网络上，因为网络上而产生的跨国镇压。第3个呢，我觉得是最普遍的，就是说它什么事这种镇压完全没有在美国发生，它其实在国内发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之后，然后你的父母可能被警察叫去了，警察给你父母威胁一下，就是说让你父母跟你说你女儿在美国说这些话，不要说这些话，你以后你的工作有问题啊，如果你女儿继续做这种事情的话，所以它整一个镇压在美国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它全是在国内发生的，找的也是你家里人。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威胁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最怕的其实是就是说把你家里人叫去，你肯定在软肋嘛，对软肋都有软肋，对，然后你就闭嘴了，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都不需要叫你的家人，你自己就自己闭嘴了。想想看，就是说你害怕，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说的话被人举报，或者说我在手机上给人家发信息批评政府，然后不知道怎么情况被国内知道了，你就想我下次回国的时候会不会被警察找，或者我回国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就是说你都不需要有什么实际上的威胁和实际上的骚扰，实际上的监控，就全在你脑子里，就是因为你自己害怕，所以你去自我审查，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这个我们也把它作为跨国镇压的一个部分。这么一听，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语境了。就是孩子到美国读书，家长有的可能也都不会觉得他们会接触到什么
国内看不到的信息，但可能学生到了一个信息自由的环境，他会慢慢的有一些认知上的成熟，或者他可能自己突然发现以前很多没有意识到的事情，他就意识到了，那他的这个个人表达的觉醒，或者是公共参与的这个觉醒，他可能也并不是说真要是去针对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政府干什么，它就是一个自由环境下的表达，但这个也会被成为镇压的目标吗？就是会你们我其实好奇的是你们调研，你们都针对哪些学生？是普通人，还是有比较极端的一些遭遇的？就是你给我讲一下你们接触的具体的一些案例，然后大家到底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这个自我审查或者彼此举报，或者甚至肉身威胁到了什么程度？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吗？有学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跟中国政治有关系的，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国内的他就是因为在上课讲这些东西，他国内的家长被政府叫去了，然后说起了这个事情，所以他都不知道他就是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当然他只能怀疑了，就是说猜就是可能有人在这个教室这个环境里面，有人可能就听到之后跟国内人说了，这是一个这种例子是有的。还有的呢，就是说有些学生他听到其他学生在批评中国政府，他不喜欢这种批评，觉得你是侮辱国家，或者说你是反华之类的，然后他就威胁在批评中国政府的学生说你不能说这些话。那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说这些话的话，我到国内去举报你啊，这种我觉得情况也挺多的，也挺多的。那这么说起来，你想一个课堂上能有多少人，能有多少学生？20-30个学生，当时在那个环境下，不过就是20-30个学生和老师。那其实就是举报他的，其实还是他的所谓同胞啊。肯定是，我觉得是，否则你怎么解释啊，对吧？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你这种例子，就是我们采访中是有听到，但是你只要有一个例子，你就可以吓死100个人，你知道吧？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老师说恐惧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恐惧传播，但实际真正的现实生活里都是可能一个案子会吓坏所有人，对，而并不是说一个勇敢的例子鼓舞很多人，所以就会会不会捕风捉影，会不会学生担心是被同学举报，但其实他的状况并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有举报这肯定是有，但是大部分的还是担心，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可能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你上课说批评中国政府，谈天安门问题，说习近平独裁之类的，应该没什么事情。但是你不想冒这个险，假如说谁在听呢，对吧？即使95%的情况你都安全的，但是你不想变成那5%被谁给举报了，然后你家里人被找了。这其实还是审查和自我审查的跨国延伸啊，在我听来，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审查和自我审查的跨国延伸，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是国内那种一样的，只是你把这种心理带到了美国而已。那问题是在美国的校园里，现在就是你们有这么一个研究以后，你们觉得应该做什么，或者你们已经做了什么？就是你们针对美国，你看在一个校园环境下，那它至少有校园环境的维护者嘛，校方要保护大家有安全感，有自由表达渠道。那如果真有所谓的什么 agent， 就是有一些什么跟梢的，或者是甚至手伸进来的，有什么办法呢？校园有什么保安吗？或者再往上一个层面，就是美国教育部门或者美国政府有意识到你们现在做的这些研究吗？他们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先分2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说一个校方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校方首先要他要有一个机制，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了，如果无论是你被谁骚扰，有人跟你说你不要在美国批评政府，你不要在课堂上说中国政府的坏话，还是说你感觉你被监视了，应该有这个渠道，就是说大家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我可以到这个哪个办公室去说这个事情，它有一个记录它有这样的机制。我觉得绝大多数学校都没有这个机制吧，就是说对我们采访的学生中最大的反应就是说
我现在很害怕，我不敢在课堂上发言，我不敢去参加课堂上的校外的游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想跟学校说，因为我觉得学校不会帮我，这是最大的一个反应，学校不会帮我，我觉得跟学校说了白说，虽然我很害怕，我不想跟学校说，所以学校要有这个意志，要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机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跟学生传出这样一条信息，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在发生，我知道你们可能有骚扰，有恐吓，有被监视，或者你害怕，但你告诉我们，我们会保护你。他要不停的要向学生发出这样的一种信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学校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个学校都需要做，然后这些学校应该联合起来，大家可以搞一个组织，然后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是发生在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这个情况。这是一方面，就学校应该怎么做，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政府应该怎么做，一样的，就是你要有一个举报渠道，有一个就是学生可以向政府反映，对吧？然后政府当然你是一个执法机构的话，比如说真的发生事情骚扰啊、恐吓之类的事情，你可以调查，你可以把那些恐吓者和骚扰者抓起来，这个是你真正政府有的权利。但在这方面，目前就是在美国现有的，这个报案啊，或者说寻求司法帮助啊，这些过程中间，就在这个语境下面，现在已经有哪些机构设置？因为去年、前年都有一些案子，就是联邦政府FBI 针对一些，比如说对纽约的警方里面有一些发现他们认为怀疑在帮其他政府做事情的警员，他们有立案。但这些你觉得做得够吗？或者说现有的这个司法体系能不能支撑你刚才说的这个，至少保护校园是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我觉得美国政府至少在这个事情上在变得越来越有意识，在做的越来越多。当然，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啊。比如说 FBI 它有一个热线，你在它的网站，你在那个 FBI 上网，你可以查到跨国镇压还有这个网站，然后它有一个热线，你可以打电话。但是有些人反映就是打电话之后告诉他们，然后就像进了一个黑洞一样，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就没有了。但至少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再搞起来了 ，FBI，然后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国土安全部，它也在这个问题上也在做一些报告啊、调查研究。然后刚刚你讲的，像司法部，它也在调查和起诉一些人。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确实做一些事情，但在那个在校园这个背景下，我要讲的是，有些人跟我就说 FBI 确实到了那个学校，他搞了一个会议，找了一些学生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你们遇到谁来骚扰你们，恐吓你们，或者你感到害怕，你要跟我们讲。然后学生给我们的反应是，我不觉得安全，因为我自己的不信任，我就觉得。又另一层的恐惧，是因为我不相信 FBI，就是我不觉得它能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我现在是怕中国政府，但是我觉得看了 FBI，我也觉得挺怕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反应，就说很多学生就是说我希望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机构，就是美国执法部门和我之间还有一个中间机构，我可以信任的。可能理解我们处境的人，去跟美国政府反映，因为很多人一看到美国就是执法部门就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他是不是要来找我，是因为怀疑我干了什么坏事，对吧？我是被怀疑对象，对吧？这可能是普通人，就是只要见了警察就害怕。对，是我干了什么事儿？对，可能在中国肯定是这样的。当然，那个片儿警有些解决具体问题的哈，警察还挺可爱的，还具体。但是越来越的这个警察形象的恶化嘛，大家觉得公权力找到我了。但我说，就其实你不能全怪这些学生怪中国人，因为我觉得像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科学家的一些调查，有很多失误的地方，然后毁了人家的生活，有好几个例子。那个，你给我专门讲一下这个，我正好想问一下，因为这几年就是中美一个是这个对抗性越来越强嘛，包括上一届总统川普上在的时候，他有针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他是有一些就是
有敌意的表达的，再加上还有COVID这个过程，还有在校园里有几个学术的间谍案或者一直在进行的，就是针对有一些特殊专业、特殊学校毕业生。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实加重了很多中国学生或者学者对于 FBI 的不信任，是吗？对，就说尤其是跟中国有关系或者直接从中国过来的那些scientists 科学家被美国司法部进行调查，最著名的一个冤案就是麻省理工的陈刚教授，就是很多教授就是他可能填表的时候有一些失误。然后呢，就被 FBI 给抓住了，然后呢，不停的调查，然后呢，就把他们停职，然后整天到他们家搜东西，搞得很恐怖。然后很恐怖，就是不是调查一次就行了，他就是弄不弄就是来搜你，弄不弄就是来搞你，搞得很恐怖。然后呢，最后呢，什么都没调查出来。首先，我们要承认，就是确实中国政府在美国偷技术或者说通过科学家、通过工程师来偷技术这个事情是存在，而且是大面积存在的。但是这个不证明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每个人都应该被假设是无辜者，而不是假设是是为中国政府偷机密的人，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就说你不是科学家，你不是工程师，没发生在你身上，但你知道一个中国工程师、科学家有这个事情，肯定对你有心理影响的，你也对美国政府信任度降低，所以美国政府然后再跑出来跟你说，如果你在这里受到威胁或受到骚扰，你要跟我们讲，我干嘛要相信你？你都干了这种事情了，对吧？所以就说美国政府他自己有问题，虽然跨国镇压是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虽然中国政府在美国窃取知识产权一些机密也是个事实，但美国政府它其实在应对上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就是应对上它可以更更准确，对，然后不要因为你是比如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就假设是你是必然有罪的，还是有这个无罪推定嘛？就是要证据证明你有罪之前，你要永远假设是无罪的。对。但这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就是针对这个身份或者种族的一些歧视。也不叫歧视，这个也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在这个冷战思维。我觉得歧视、冷战思维都有一些吧。虽然你作为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可能他就是潜意识的影响你。你看到一个中国科学家，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可能是这样的人？就每个人这个都会对每个人都有影响的，尤其是你干这个行业的，你就更钻进去了。那么在美国有针对其他学术背景的吗？比如说俄国人、俄罗斯人，比如说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有这么显著的问题吗？伊朗有。就是说，来自伊朗的科学家被美国政府进行调查，或被美国政府怀疑是有的。当然，这跟伊朗政府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人权侵犯的威权政府也有关系。那这样其实就听成了，这些人不管是伊朗科学家、伊朗学者，是中国科学家、中国学者、中国学生，从某一种程度上，他们在本土其实就是属于比较无辜的人群了，就比较容易在公权力面前就属于比较无辜嘛。那他到了美国呢，因为他的这个国别身份，他等于又在受到2次的这种不安全感。所以说我们自由之家一直跟美国传递这个信息，就是说，在这个跨国镇压这个事件上，要不要把这些就是说人主要看成是受害者。就是说，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在中国人还伊朗人在国内是本国政府的受害者，跑到美国来又被你怀疑，对不对？然后所以说要把他们更多看成是受害者，跨国镇压受害者，而不是说国家安全的一个什么suspect。
给我怀疑者。对，因为在英语这个语境下说 national security agent，有的时候一把个人变成了 agent，对，就挺吓人的。agent 是什么？是代理人。对，suspect 就是怀疑，就是怀疑嫌犯。哎，对，嫌犯就是这个，不要把这些就是来自中国、伊朗、俄罗斯人一看就首先把他们看成一个嫌犯，应该首先把他们看成一个潜在，不是潜在嫌犯，而是应该把他看成潜在受害者。因为在个体对制度面前，个体对一个政府权力面前，你一定是个弱者嘛。那在这个弱势的情况下，你还因为你的国别身份变成了 suspect。对，是。所以这种没有那么这其实是比较粗糙了，或者是不够有同理心，或者还是更从美国角度出发的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确实，无论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肯定有在给美国给他们本国政府在偷东西的人，在给他们本国政府在做监控人，但这些人永远都只是少部分，绝大多数人，无论你从中国跑出来，从伊朗、从俄罗斯跑出来，大多数人来这边是因为为了追求自由，为了能享受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能好好的生活。但反过来说，你们自由之家出来这样一个研究报告，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刚才说到了，其实这个寒蝉效应挺大的，可能学生们本来就，社会观或者说处事，尤其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本来就处事经验就不丰富，然后也感觉比较孤苦无助的情况下，听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被骚扰、被恐吓，甚至被跟踪什么的，这案例是很吓人的。那你希望他们能够在读了你们的这种讨论，或者看了我们的讨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想，我们主要想要告诉的是，学校管理层、美国政府应该怎么保护这些学生。我希望学校和美国政府他们能接受我们这种信息来做一些改善，然后这些他们做的那些事情能够传递到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就是说我在这个学校，我在 George Washington， 我在 Georgetown， 我在纽约大学的校园里，我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我可以在课堂上发表言论，我可以在学校里进行抗议，因为我知道我们学校的管理层，我知道美国政府会来保护我的学术自由、学术言论。我希望就是说政府和学校能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能把这种信息传递给学生。我自己以前也是中国学生，我现在是在美国的，也是中国来的人，我就说当我感觉到，就是说我所在的这个学校，我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政府会来保护我，就更愿意出来说话吧。但是我也想强调的，就是说每个人他的一个叫什么承受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应该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情况决定你应该多大程度上站出来表达你自由。每个人就说你凡是中国来人，你总是有一些牵连，在国内有牵连的，不是说我不会说你们到了美国你怎么还就说不批评中国政府，你为什么不想用这里的言论自由来做正义的事情？我不觉得就是这是我要传递的信息。每个人做你想做的，做你应该做的，你可以多走一步，比你昨天多走一步。如果你觉得有点害怕，你可以再回去。如果你觉得我现在说了一些我想要说的话，让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那你可以再走一步，就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吧。我主要传递的信息还是针对政府和针对学校的，让你们是权力机构，你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们是完全的安全方。对，现在从你们这报告发出来，2月份发出来到现在，你们跟哪些美国的机构有过沟通，有过push， 甚至说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动作嘛，就是怎么在提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或者下一步要干嘛吗？还是说就是一个研究报告就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过去3年中，我们一直都跟 FBI 有交流，然后跟 Department of Justice、Department Homeland Security 有一些交流，然后这些都是巨大的机构。我们跟 FBI 其中一个 bureau 进行交流，跟另外一个 department 进行交流，他们都不知道我们
我们跟他们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帮助这些巨大的官僚机构里面的人互相沟通，让他们知道，就是他们不同的政府部门在跟我们进行交流，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做啊。然后我们跟学校也有进行交流，就是让学校在这个方面，在意识上要提高，要有一种机制，学生可以举报，然后要像。就是比如说，你每年开学不是有一个什么开学典礼，一个 orientation 啊？你可以就在这种大场合，这种所有学生都参加的场合，就说我们学校是非常关注言论自由，你不可以恐吓其他学生，不可以威胁其他学生。如果你受到恐吓威胁，你可以向我们报告。这都是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吧。比如说开学典礼的时候，我们就跟学校说你们要做这种事情。对，因为我们在 Freedom House 嘛，哈，这 Freedom 这个自由这个词就反复在我的脑海里在走，所以你觉得自由的环境，自由本身应该给到学生们或者给到个人什么东西？就是给到是勇气、是力量、是空间、是可能性，还是什么？所有刚才你说的勇气、力量、空间都是，就是我觉得自由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吧，每个人都想要。说话自由，每个人都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基本人权，也是一种什么？就是我觉得你是个人都想要这样。哎，有没有一些什么inspirational cases，就是一些让你觉得因为做了这些事，因为跟我们有这样一个对话，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或者看到他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恐惧会传播，但是勇气和成功的经验可能也会传播吧。因为这个新冠，我听到太多的这种什么勇气被传染的例子，有好几个人跟我讲，就是说新冠在国内被就是封城封的厉害的时候，她有个女生，也是在英国的，她说我全身，因为当时是冬天嘛，全身穿的就把自己包起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去在校园里贴了一个反封城的一个海报，然后我看到另外也有2个人也把全身包起来，也在那儿贴海报，他说我感动的不得了，就不知道这些人其实也存在，然后就是虽然我脸全蒙起来，你脸也全蒙起来，但是我知道跟你真是心心相印，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就说感染的。然后因为封城的事情很白纸运动嘛，这边校园里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都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出去抗议，然后很多人告诉我，就说根本没想到我们学校竟然有这么多反对习近平的人，就是他原来都以为大部分人都是就是什么粉红，对吧？然后看到竟然有这么多人跑出来抗议，就是勇气感染传播这种例子，我觉得这个底子其实是非常厚的，就是很多人心里是这种想法的，然后看到其他人出来了，他自己觉得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所以就是这些学生的自己之间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能做的，作为一个机构能做的，就是说你要跟学校说，有这样的学生，你要保护他们，你们有这个权利，你们有这个资源，你们又是完全的安全方，你如何？这是你们责任，你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让来自中国的学生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能自由表达？好，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过来。